一个挑，它不是这样挑，它不是这样挑，你这样挑，你挑不动的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这个，它是这个，这个叫挑，这个叫挑，晓得吗？这样挑你挑不了几下的，你这样不叫挑啊。所以要挑，啪往前一滑一个圆起来，这个叫挑。你要把一个东西挑起来，你用的力量是这个力，是这个力量。你不能在这边不动，在这边挑啊，你在这边挑。听不懂？还是不懂？这个还是不懂。跟这个一样啊。我这是不是身体先先过去？我这样子挑，跟这样子挑一样吗？不一样嘛，我这个力量没有过去啊，听不懂？你做这个是一样的啊，你的力量身体上面的力量要过，听不懂？招式不是在手上面，招式一开始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手只是工具，跟这个一样，它只是你拿的工具不一样，手是手的工具，这个是这个的工具，你拿剑要挑也是一样，你拿剑挑也是一样，你拿枪挑也是要这样子挑，听不懂？所以我师父说，有一个他们在家乡啊，青山村，有一个人啊，要防身嘛，可是那个人有一点笨的，不是很聪明，他想要学防身。宫保田说：“那你去做一个，你只做一个，每天就教他这个。”就练这个，他就练这个。后来碰到乱了，世道乱了，他就用这一招。这一招他看到人就是你来，他没有你的反应快，我反应不对就。这我会做慢了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就一个啪，从这边一过就是挑，一转啪就是挑，啪碰到这个人来也是一低身啪，从这边就挑过去了，回来从这个人啪就挑过去了。只练这一招，晓得吗？这很难防的。很难防，他每天练这个，那个力量就很大。听不懂？这个挑也是这个嘛？你看这个挑也是这个嘛？从这边往前延伸，身体压上去，这样起来嘛？这个挑啊，啊。有一次到大陆去，有一个那个大陆一个省的武术的那个总教头啊，他们那时候在做传统武术的调查，就是调查那个时候中国还剩下多少真正的传统武术。到少林寺看了一下，没有，那个时候少林寺根本没有人练拳。他叫少林寺的山下有一个村子，他说那边有一个老先生练枪，他是关东拳吧，啊，他说他的枪蛮不错的，我们就去拜访他嘛，拜访他就示范，他说有一个人来跟我对，谁跟我对，我他们不动嘛，然后好我来，就拿着枪，
他那个拿着枪，他的招式就是中平往前面捅，中平往前捅。我也是拿这个枪，当他一捅来的时候，我往后一，我做这个，把他的枪拨开，他就不敢动了，知道吗？他不敢动了，我就停在那边，他也停在那边，然后旁边总教练他们好了，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不敢动？因为当我这个枪试出来，当我这个试出来的时候，不管他怎么动，因为他的枪被我拨到旁边去了嘛，他不管是凑回去还是往上走，我接下来一个就是什么？接下来一个就是长身从下面穿上去。这就很险，晓得吗？所以他不敢动。我跟你讲，从下往上的是最阴的，因为你看不到啊，看不懂啊，所以跟你们讲，贴身藏着，出手以前都藏着。出手以前都藏着，手都藏着，不要没出手，手就在外面晃，听不懂？藏好，时机到了才出来，一直到，你看到这边到这里都还没出来，是不是？进去扒到这边，身体压上去，你才能挑嘛。听不懂？这个也是一样嘛，你这个起来，你要起这个手，你这个手不管是把别人这个手把它拦到那边去，还是这个手把它这个手拦到这个地方来，人家是不是在上面？人家在上面嘛，你还是从下往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可能靠手做啊，你不可能这样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个起来是什么？是身体，你看。身体上来一碰到以后，身体往前一压落，身体它是这个劲嘛，我们只是收住它没有走而已啊。所以可是你的势要出来是这个势嘛？那开到哪去了？开到你的安全范围就够了，安全范围就够了，不要那么大，听不懂？大小不在这边，大小在这边？我的肩胛骨跟肩嘛，我的肩胛骨都开了，我的肩都开了，它就大啊。你肩胛骨不开，你伸得再远，它也小啊。这个是 offensive。那你看，你现在开，你看，你们有看出差别吗？看出差别吗？什么差别？你再开，你是用这边，你是这样开的，我不是啊，我是用根的，我是这个开啊，我是这个，你看，我是这个，我是肩胛骨那边，我不是这个，听不懂？它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。你接触了以后，你要朝哪开？你要朝这里开，不是朝这里开。你是接触了以后，你是朝这里开。你看，钻上去的开，不是在这边这样开，不是这样开，是这样开。哎，比较好。有体会没有？我之前以之为是。不是嘛？跟你们讲过很多次，肩胛骨，你看，开是这个方向，不是这个方向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比较快啊？这个动作比较快。看对付什么啊？你做这个，它也有一个钻啊。
你只要这个旋转，它都有带一个砖嘛，这个嘛。但是这个我们练就是不用肩胛骨，是不是？大哥啊，我这个是叫你们练这2根骨头，后面它还是会加肩胛骨。你不要把其练，哎呀，练什么就是练什么，不要把它拿到这边来用，好不好？那就高。我是让你练那个能力的时候，不要掺其他的，听不懂？可是这是全路了，现在是打全路了，全路里面是你的能力要综合起来了，听不懂？但老师刚才说那个肩胛骨真的，我都没有想。